Hello， 我是小易，欢迎收看我一个人在土耳其的一周 vlog。素材是3月拍的，视频是5月剪的，但是没关系，只要够拖 ，BGM 就能用上梅梅新歌。我还有阿联酋 vlog 没剪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上蕾哈娜新歌。本来原计划是去俄罗斯的，当天看到恐袭的新闻，临时改到去了土耳其。好在机票还有很多，临时买也不是很贵。你看我旁边这些全都是空位，不过一下飞机贵的来了，土耳其的电话卡400块人民币一张。哎呀，我觉得你们真是有点不讲理喽。但是爱笑的男孩运气不会太差。坐大巴到酒店之后，发现这个400块的房间比我想象中好太多。我今天刚起床，我一看我这个头发，怎么乱中有序啊，还挺好看的。第二天打算去独立大街逛一逛，这才发现酒店离景点巨远，最近的公交站都要步行半个小时。果然这个世界是一分钱一分货哈，又好用又便宜的可能只有我的公式。超级多人，土耳其的五一广场，满大街都是甜品店，全都是这种叫什么？看着就超甜。街边有卖这种小吃的，一个清口里面加上糯米饭，挤上柠檬汁。我尝了2个，味道怎么评价呢？如果 Angelababy 是拿着它假吃，我会觉得情有可原。跟我们一样，也喜欢就是逛街的时候随手挂一张彩票。这个也能挂火车呀！天，土耳其这里都有那个莫斯科恐袭的纪念点。他们的街道其实有点像重庆，你看它这个坡度其实很陡的。On the left side of pomegranate juice， 我要一个大杯的16支。Thank you。好，蛮不错的啊。逛完独立大街，沿着陡陡的小路，很快就可以走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边。我平时喜欢一个人待着，但也很喜欢这种在陌生的人群里随意走动的感觉。战争的新闻，各种噪音看多了，再把自己放到人群里，看大家都在平静稳步向前的生活，会觉得非常疗愈。越是华而不实的小事，越是让人感觉生活充满希望。比如关注自己的鞋干不干净啦，买一张街头艺术家的肖像画啦，光是在旁边看着就觉得好好啊。不过看到好看的情侣还是会不爽，怎么那么般配啊，真的好烦。好多钓鱼佬呀！我刚刚还在好奇这是钓鱼佬，你看它岸边也没有水桶，它钓上来鱼如果钓上来放哪呢？结果转头一看，他们在喂给这些猫吃，猫在吃它钓的鱼。有好心人在这里放了猫粮，但这群猫知道这里有鱼吃，根本没在理会猫粮的。宝贝们，你很好，但不被爱才是人生常态，被爱才是偶然啊！到底是谁看个猫粮都看哭了？找一个长得比较面善的人。找几位面善的路人帮忙拍了照片，拍照技术还是咱们亚洲人牛逼，外国有人拍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傍晚准备回酒店啦。伊斯坦布尔的公共交通真的建得挺好的，种类线路都特别多，有地铁、有轨电车、隧道、缆车、公交等等。刚开始看真的特别头晕，然后人都看麻了。刚刚买了公交车，中间也像地铁一样。睡醒来，酒店健身房健个身，这家条件还挺好的，面积跟一般的商业健身房差不多了，但是总共也没几个人。本来想着练完抓紧时间再逛逛，结果下楼一看，好了，转头来商场吃个饭，可能是被第一天的400块电话卡吓到了。看到这里美食广场的感人物价，竟然有一种安全着陆的踏实感。点了一份土耳其披萨的套餐，一个披萨，一个饼，一个土豆泥和可乐，加起来才20几块钱。会有人在街上卖花呀？有轨电车，然后公交，你把什么转来转去。晚上坐飞机去伊兹密尔，机场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，去机场的路上差不多要2个小时吧。但是每次觉得累的时候，我都对自己说一句话：累就对了，书不是留给有钱人的。到伊兹密尔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了，订了一家这里居民区里面的民宿，打车弯弯绕绕在夜晚没人的小路上穿梭。这个就是我今天要住的3542。哇，进来了。结果这个门好像有点问题，我左扭右扭怎么都打不开，尝试了20分钟放弃了。坐在楼梯等房东过来的时候，整个人已经困到灵魂出窍。这个民宿比较简单，就是一间临街的屋子，有一张这种是不是叫沙发床的东西，就是下面可以拖出来变成一张双人床。不过我试了一下，一个人好像也够睡，我就懒得弄了。重头戏来了，第二天起床直接大落枕，真的很痛，脖子完全扭不了一点。查攻略一边按那个手3里穴，一边硬扭脖子。因为出不了门，所以点了一堆外卖，真的很便宜，一大袋子好像才60、70块钱，一张电话卡都够吃1周了。点了2个超市的小汉堡，还有一盒香蕉，不过他们香蕉是青的，都没办法吃。还有一个像麦圈一样的东西，这个好吃。
收拾一下，准备出门啦！天呐，我顶着酸痛的脖子还要出门 City Walk， 真的有点像前段时间深圳暴雨还要坚持上班的前同事们了。好了，说回现实哈，伊兹密尔虽然是土耳其的第3大城市，但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悠闲的海滨小镇，很适合安静闲逛，在爱琴海边吹着海风看一场日落。对不起，现在看这段爱琴海边的视频真的偷感很重，很像在到处搜寻有钱人准备下手。哦，脖子好痛啊！这属于小房子，依山而建的，好美啊，漂亮哎！这个就是伊兹密尔的地标性景点钟楼，但它比我想象中小好多。就所有这种广场都是标配这种鸽子啊，然后还有卖那种鸽粮的。给大家一个小 tip， 就是比如说这种广场，它旁边这种边缘地带的人都是比较内向的。待会儿去找这个大叔，绿上大叔帮我拍张照片。因为我想这个地方很美，拍照技术再烂也不会把人拍丑吧。我还在那悠闲教大家如何找路人拍照的小 tips， 结果一看特别好，拍的像在跟鸽子抢食。然后他们这边的物价是那个伊斯坦布尔6折，因为这个饮料我之前在伊斯坦布尔买了160，我感觉这么多腿有点阴间啊，怎么回事？这个是伊兹密尔这边的巴扎和独立小街，伊斯坦布尔是独立大街，这个是伊兹密尔独立小街。然后这些卖的东西很像我们小时候学的店，什么哎呀呀之类的，这种塑料小手表、小玩具。它这个路边摊草莓好像才10几块钱1斤，它这看是用法挺多的耶，这是一个 Thank you。好美的画面啊，在爱琴海边吃草莓等日落的落枕男孩。要吃草莓吗？这什么玩意儿？不吃。是这样的，事与愿违是人生常态。当你为了等一场日落坐了1个小时之后，才发现今天是个阴天，根本就没有日落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熟悉了，有点像洪崖洞。今天没有健身，但是绕着岸边来回走了好多圈，就当有氧运动了。要是每天都能在这运动，应该很容易坚持吧。收拾一下，准备去安塔利亚啦。因为土耳其不像埃及那种去1次就差不多了，土耳其我感觉值得来好几次，自己玩或者跟朋友一起玩，体验都非常不一样。所以我这次也没去卡帕，可以留着跟朋友一起去。然后这个叫哈格良门，感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也。有点普普通通，但是这个氛围很惬意。哈德良门是2000年前罗马皇帝修建的一个石拱门，现在成了安塔利亚的地标，门后就是古城的入口，里边有一些工艺品店啊、餐厅之类的，给人的感觉怎么形容呢？就是你想在武汉的德艺风情街租一家门面，但预算不够，中介带你7弯8拐走到街区的边缘地带，你在那里看到的场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没那么热闹，很适合居住，但又会担心在这里开店会赚不到钱。逛街的时候偶遇一群人，好像在吃席，你看他们就是一张桌子铺上塑料布，摆上餐具，然后大家围在这里等菜聊天，就很像农村那种结婚或者升学宴的露天大席，再加2挂鞭炮就更像了。可能是这个点他们的祠堂刚刚收回来，然后在做一些清洁工作，全部都停在这里。我们是4包糖1排狗，所以走路一定要小心啊，在这个土耳其免得就是踩到它们。第2天晚上准备出发去安卡拉，在安塔利亚本来就只待2天，第1天还基本都在酒店剪视频，所以把包赶紧收拾好，寄存在前台，先去健个身。还好这个健身房就在酒店附近，走2步就到了。健身房对面好像是一个学校，一边看着窗外的孩子玩球，一边健身，什么杂念都没了，真的非常解压。有点懒得去找午饭吃，在便利店随便买个大瓶的果味酸奶，我宣布它为性价比之王，又清爽又补充蛋白质，而且这一大瓶才9块钱人民币，非常划算。准备坐公交车去海滩边玩喽。安塔利亚的公交车特别方便，是可以直接刷 Visa 卡的。但是这边其实很多公交站没有牌子，也没有那个棚，它就只有一个牌牌，然后一个椅子，这是公交站。到了车站，司机跟乘客打起来了，这是在做什么啊？海滩边这个公园里面全都是烤炉，看土耳其人真的是很爱烤肉哈。人类会使用工具，狗狗会使用人类。所以它聪明死了还会躲在人类身后。这个太哇，美丽的地中海海滩。因为我手机没电，现在随便找了一个路边饮品店，然后要一个 Type-C 的线，这个线是老板刚刚从那个台那边抽下来给我用的。晚上要飞安卡拉喽，因为晚班机比较便宜，所以每次都是大晚上的赶飞机。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坐一次飞机啊？我真服了。但这次的安卡拉体验非常好，一下飞机找不到大巴，一位英文很好的姐主动过来帮助我，而且这个大巴只能现金购票，我没有现金，这个姐还主动帮我买票，后来加了ins，我天，这个姐真的人美心善。
晚上睡得贼香。第二天上午步行几公里来他们最大的商场逛一逛，很爱逛商场，虽然什么也不买，但是可以吸吸人气。不懂他们为什么香蕉都是绿色的，我前几天点外卖那个香蕉也是绿色的，怎么吃啊？笑死！我就发现他们在卖这种灰色的短裤，20块钱一条。我过几天要去那个阿布扎比，应该很热，而且我没带短裤，买一条吧。笑死！买到便宜好用的东西真的很有幸福感哎！20块钱一张电话卡可以买20条短裤了，笑死！对电话卡怨气真的很重。买完东西就来找这次的民宿啦。这里的地形感觉和重庆有点像，下了好几层，推开窗一看，还是1楼。房东姐子人也很好，而且她是 Beyonce 铁粉，一直在外放 Cowboy Carter， 超大声。晚上10点出来找吃的。好像这家小店还开着，我吃一个20块钱一个的超大鸡肉卷。够说够说。房东的猫也很可爱，每天晚上回家它都在门口等着，小小的一团，黑黑的。第二天来土耳其的国父陵逛逛，它是为了纪念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建造的。有一句话我忘了原话怎么说，大概是土耳其很幸运有这样一位国父，但很遗憾只有这一位。哇塞，好高的评价呀！看得出土耳其人真的特别崇敬他。整片区域大概就是一个巨大的广场，给人一种光明磊落、坦坦荡荡的感觉。不过记得要早点来，大概下午4点多钟就开始进场了。进场之前我找保安帮我拍了几张照片，真的很不错，比伊兹密尔内向哥要好多了。本来想着走回去算了，运动一下，感受一下烟火气就可以了，景点什么的都无所谓。结果走了半路一看，哎，旁边这个不就是大家都在小红书上发的那个清真寺吗？竟然刚好在路上碰到了，里面真的蛮壮观的，就有种小时候放学看到路边有一棵果树，刚好还结满了桑葚的感觉，有种很意外的开心。晚上来这边一家很棒的小餐厅吃饭，其实我中午就是在这吃的，晚上点了一份烤肉饭，结果叮里咣啷上了一大桌子各种酸奶、蘸酱、饼子、沙拉什么的，而且全部加起来才40块钱，一张电话卡。算了，我不说了。总之就是大晚上吃完，罪恶感满满。吃完就要去阿联酋啦，我们土耳其 vlog 到此结束，下期阿联酋 vlog 再见吧，拜拜。